Hello Hello， 各位朋友，你好吗？欢迎收看《人生反转》啦！这里是你感到 emo 想要放弃的时候，随时都能够回来 recharge 的地方。每一集都有一个故事，来听听看他们是如何中招、中爆、跌入谷底，但是却能够啪反转回来的。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看人生怎样反转啦！今天的来宾不简单哦。他呢，曾是朋友圈中的胜利赢家模板，稳重有型，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堪称别人家的老公代表。但是生命呢，就是没有脚本，一场毫无预警的暴风雨说来就来。他是如何翻盘的？我们来看看吧。大家好，我是 Kevin。Kevin， 你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好像有一股风这样子，好像打楼这样。我可以叫你 Kevin 哥吗？可以啊，可以啊。可能 Kevin 哥，你可以讲一下你在人生最高光的时候是什么时刻？那个时候我是在23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那么24岁的时候就买了自己的房子，25岁结婚，26岁的时候就当了爸爸啦，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想得到的什么就得到什么。我觉得你的那些年就是跟别人过到不一样。是的，因为从小因为家庭的关系嘛，从小就比较自立，所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像你那个时候是不是那种员工看到你都怕你啊？那个时候的我的优点其实就是我的自信嘛，可是就是从那个自信慢慢转变成了自大跟骄傲。那时候的脾气也很暴躁啦。你说的对的，我的同事、员工、身边的伙伴，跟我合作的伙伴呢，他们都是比较怕我。所以你是好像我们每次在看剧里面的那个年轻霸总这样子，是不是？永远就是那个我有在问你意见吗？没他们那么帅。Kevin 哥，你可以讲一下你之前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然后什么时候发现你的人生开始不一样了？我的行业是办公室家私，还有这个室内设计装修。那么在2014年开始，我就进行了很多的这些比较高风险的这些投资嘛。可是这种这样的投资维持了一段好几年。当我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无底洞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没有 cash flow， 然后公司欠下很多的债务，我自己也欠了银行很多的债务，加上6位数的这个信用卡也被我刷爆了。去到的程度就是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公司给关闭了。如果公司关闭的话，我就会是破产人士，因为我是公司的 guarantor 嘛，这样子。哇，太夸张了吧！6位数都可以被刷爆，然后地产也卖到光去哦。对，房地产自己住的屋子也卖了。那个时候每天晚上都睡得不好，就因为我本身就是那种不会怨天尤人的个性，有问题我就去处理，然后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改，不会埋怨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想了很久，我还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种情况下应该是很难睡着咯。是，重点是我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那时候你是已经结婚了吗？有小孩了？对，3个孩子。他们理解你的情况吗？起初是完全没有让他们知道的，就是我一个人默默的去承担嘛。可是后来最后我们真的要离开要搬家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了。那么是哪一个时刻一切就转变了？和对的人喝了一杯对的茶。我很好奇你这个跟对的人喝对的茶到底是什么人喝什么茶？我妈妈她很担心我，她就找了创价学会的一个壮年部嘛，就那个壮年部就有联系我了，就要见我。那么过去的那么多年，我是非常抗拒的，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个信仰，不相信宗教的。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我就有答应出来见面然后喝那一杯茶。那在这杯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这位壮年部他本身也是一位生意人，他曾经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关系到他的生命与病魔的这个奋战这样子，而我面对的只不过是
经济的问题。所以相比之下，我的不算什么严重的事情嘛。他问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他问我，他说 Kevin， 你有没有曾经帮助过任何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在那边想我帮过谁啊？我就告诉他捐钱算不算是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我是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智慧耶，就好像一语惊醒梦中人，而就把你这样子给点醒了，对吗？对，那杯茶过后呢，我相信这个树叶所以变成我必须要去转换我自己的树叶嘛。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马上的就开始去唱题。那么在唱题过后，我接下来真正改变我人生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去做人间革命。我首先是改了我的坏脾气然后也慢慢的变得有耐心也慢慢的经常会提醒自己啦，我们就是不可以那么的自信是好的，就不好那么自大这样子。这样你只是唱题祈求这个，还是你有祈求一些什么一夜爆单之类的？这个是有的啦，因为有实现吗？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祈求嘛。我是因为我面对的是cash flow 经济上生意上的问题，那时候我的确是有一直去祈求拿到一个大大的订单，就让我就一关就让我度过我的难关可是那时候呢大的工程是没有拿到的，拿到的都是很多小小的工程那么这些小小的工程，因为它是不必放账的，再加上它很快就可以完工，偏偏就是这一些小小的工程呢，就帮助我慢慢的一关一关的去度过了，就给我度过这个财务上的这个问题。有求必应就是最好的安排，我想这个就是妙法的真实写照吧。对我祈求很大的订单嘛，可是我拿到的是小小的订单，可是结果是一样的，那个结果就是我已经度过了我的这些呢现金上的问题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修行这个佛法也让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转变，那么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过去呢通常都在围绕着我自己所追求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是物质上之类的。可是现在的我比较追求的是幸福。那么那个幸福并不是说只是我自己要幸福，而是我比较在乎我身边的人是否也幸福。那么我总结呢，就是有3个主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我本人个人的改变，就是我从以前脾气非常暴躁，那么现在我的脾气也比较温和，然后比较有耐心。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自大骄傲的人，那么现在我也开始懂得去用心去聆听身边人说的话，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自身的这个改变我们的环境也随着改变，整间公司的氛围都非常的好，员工都很有这个凝聚力。现在应该不是霸道总裁了，是吗？我竟然会听到有人说 Kevin 是脾气很好的人慢慢的修行，慢慢的人间革命过后，我看到的一个成绩单。所以你现在是有内涵的欧巴了。那么第二个改变就是经济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我用了大概足足3年的时间去跨越之前所有的那一些债务。那么我的得力助手也回来公司了，回流公司做得比之前更好，屡屡创新高。就是说你用了3年时间把一切铺得平地的东西现在又在建起来，甚至比之前还建得更好，比之前做得更好。对，这个有一点蛮快的。然后第3的改变就是在平时我们工作已经非常的忙碌，可是我还是坚持的要抽空时间去出席学会的一些活动，然后除了活动还有学习咯，为的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人，鼓励更多的人。从一个没有帮助过人
现在回到来就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样再去帮人，对吗？对无时无刻都会提醒自己很多人都身在水深火热当中，他是非常需要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帮助。我觉得你的故事分享的特别好，就好像人生哦，并不是一直都在高峰上，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有一天不小心跌入谷底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有那个勇气坚持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的爬到山顶这样子。对，谢谢 Kevin 哥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样 real 然后又励志的故事的话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观看更多哦。然后我们就敬请期待下一次的人生反转啦，拜拜，拜拜。